41岁大叔假装有钱老板骗婚，被发现离婚之后，如今又想用欺骗手段来再次骗婚，手段简直令人发指。这样的一个男人值得托付一生吗？让我们看看俞伯洪老师的一番话。恋爱需要真诚，需要坦诚，不需要套路，更不需要欺骗。靠欺骗得来的最终也会失去，那这段感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呢？故事的男主人公叶先生，41岁的他来自安徽，目前是二手车销售；女主人公魏女士，31岁的她来自河南，目前无业。魏女士现在很苦恼，因为她发现了叶先生的种种欺骗，想要分手，但是身边朋友和她的妈妈都劝她不要分手，因为她也是离异二婚的，并且还有一个女儿，已经10岁了，相当于年轻的时候20岁就谈恋爱、结婚，并且生小孩了。目前她离婚已经7年时间，而魏女士是在1年前与朋友聚会，在酒吧喝酒的时候认识了叶先生。当时叶先生对魏女士一见钟情，两人聊得也是很开心，于是就加上彼此的联系方式。叶先生此时就开始了他的手段，朋友圈只对魏女士一个人公开，都是发她帮助妈妈干活，还有发一些励志正能量，工作也是很努力上进的形象。两人约上各自的朋友吃饭，叶先生的朋友被他收买，都在魏女士面前说他体贴细心，又很有责任心和担当。魏女士面对这些糖衣炮弹的攻击，没过多久就已经破防了。目前两人在一起1年多时间，好景不长，魏女士在这期间发现了诸多端倪，所以来到节目组让嘉宾老师帮她分析一下这段感情是否可以走向婚姻呢？赵川直接问到魏女士眼中看到的事实。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自己跟他相处之后，我跟他相处之后，我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他有时候还脾气很暴躁，然后特别粗心，以自我为中心。魏女士口中得知，两人相处的刚开始，叶先生也算是浪漫好男人，经常陪她去看电影吃饭。可是好景不长，2个月过去了，可能是因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吧。叶先生经常下班回到家，不洗澡也不爱卫生，往沙发上一躺，把空调开到16度，冷到魏女士瑟瑟发抖。但叶先生根本没有刚开始时的心疼和宠爱，除了这点自私之外，他们出去外面吃东西，叶先生专门点特辣特咸的菜，只顾自己吃饱，完全不在乎魏女士能不能吃的了。而这种大男子主义不止这一点。接着魏女士说到她没有工作的事情，做什么工作他都说我不好，要接触男性。所以说现在不上班是因为他不让你上班，是吗？对。为啥不让人工作呢？我怕他在外面接触的年轻帅气的男孩子比较多嘛，所以我这个内心就比较不自信。因为自己做美容手关节受伤做不了了，并且叶先生强迫魏女士不可以出去工作，而他最真实的原因就是怕魏女士出去工作被比他年轻帅气的男人给追去了。但一方面不让他去工作，又嫌弃人家不工作，这个自相矛盾很有意思。魏女士也因为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叶先生又不肯多给她钱，所以叶先生骨子里的意思就是魏女士没工作，在家里就应该好好伺候她，她就能回到家当大爷。可是她的销售工作有的时候有业绩，有的时候只有基本工资，这其中的自相矛盾让人很无语。接着赵川转移话题，让女孩说道，让全场不淡定的一幕。你接着说，还有什么事儿？他年龄也是骗我的。他不是41岁吗？资料上说。他身份证上80的，他告诉我86的。我不介意年龄，但是我介意他骗我。哦，就是他曾经隐瞒过年龄。之前的那个朋友圈也是假的，这个也是骗我的。用假年龄来欺骗魏女士，明明41岁，告诉人家35岁，足足差了6岁呢。女人不在乎你真正的年龄，但不能有这样的欺骗。所以魏女士发现叶先生满嘴跑火车，没有一句实话，年龄是假的，朋友圈是假的，朋友的评论也是假的，究竟还有什么是真的呢？帮叶先生还信用卡却是真的，因为魏女士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而叶先生却每个月还要还银行的钱，很多次都是魏女士问妈妈借钱来还叶先生的信用卡，这还真是赤裸裸的骗财骗色呀。接着魏女士说到叶先生逼婚的一幕，这一幕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4月份的时候又催我要结婚，还要我快点生孩子。后来他妈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妈妈就说漏嘴了。怎么了？他妈说之前帮他介绍个老婆离婚了。听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震惊。就他有婚史是吧？有孩子吗？他说没有，我害怕到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孩子了。
好家伙，原来叶先生也有过一段婚姻，却没有告诉魏女士，并且这段婚姻还是靠欺骗得来的。具体有没有孩子，也只有叶先生自己知道。而上一段婚姻也是那个女人提出来的，原因竟然是这个。年的时候，终于有人愿意嫁给你了。对，但是他也很爱钱。刚开始他也觉得我很有钱，其实我没有这么钱。等于18年你又骗了一个女人跟你结婚了呗？我也没骗她，两个。那你怎么会认为你有钱呢？因为我是做汽车销售的嘛，这朋友圈发很多新车、二手车都有，人家觉得我是二手车老板，好有钱。实际上我是打工的，但是你也没说呀。没有问就没有说，而朋友圈却是利用老板的角度去发一些冒充自己是老板的一些故事，所以才欺骗人家结婚，但结婚后发现自己被骗婚，所以这种男人也只能吸引一些看重钱的女人。可如今魏女士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想找一个真诚有责任心没有欺骗的男人好好过日子，仅此而已。而叶先生的言论是他离婚后确实是单身，这种模糊视角把魏女士给欺骗了。赵川也替魏女士打抱不平，糊涂女人呐，想要一个爱，想要一个家，是吧？发现错付了，是吧？其实你完全可以离开他，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他想挽回，我妈也劝我说你30多岁了，也离过一次婚，而且没有工作，有个人愿意照顾你，愿意给你个家，而且他不是你妈是这么诚恳说他，你妈是准备给你找一个饭票是吧？就你妈说，哎呀，闺女，我养不了你了，我给你找一食堂吧，这食堂愿意收留你，管他是吃这个素食还是吃荤食的，还是吃馊食的。所以魏女士很纠结，一方面自己年龄也是31岁了，并且有孩子离过婚，找一个好男人却是很难。她想分手，迫于家里的压力犹豫不决。接着她评价叶先生的一幕，让全场都尬笑了。你觉得他对你是真的吗？他人是挺质朴的，他质朴？就你怎么判断出来他质朴的？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了，我想请老师们给我一点意见。哎呀呀呀！还质朴的兄弟。这种男人竟然可以用质朴来评价，他完全跟这个词不沾边，因为他一直就是做生意。刚开始做卖手机，赚了钱之后花100多万开服装店，没想到亏了，后面做什么都做不成，欠了银行100多万，这么多年一直在还钱，所以他觉得没有哪个女孩会看上一个负债100万的穷屌丝，所以想着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取感情，到最后就像他做生意一样，没有诚信，用欺骗换来的钱或者情都会离你而去，那这段感情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看看嘉宾老师的一番话，首先点评的是情感专家苏秦老师的点评。我觉得就是刻意的欺骗，这真的不是说你没问我没说这么简单啊。如果你没有主观的这种欺骗的这种动机的话，你怎么会发动自己身边的朋友来一起来给他做这场局呢？苏秦老师指出了叶先生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做局，利用朋友圈，利用模糊视觉来投机取巧，换取一段段感情。所以女孩子在交往一段感情之前，要看清这个人的人品和背景，最起码不要做那个人傻没脑子，被人卖了还要帮他数钱的那种人。一个人的朋友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帮助他，以追求成功拿来当作消遣的工具和娱乐，这种朋友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苏秦老师不看好这段感情。接着是周小鹏老师犀利的点评。姑娘，刚才我一直在想，你男朋友说他因为喜欢你是你很单纯，我在想为什么觉得你单纯？现在我知道，他其实说你是没脑子。周小鹏说出了这女人是没脑子的，因为跟一个男人过日子的不是你的妈妈，更不是你身边的朋友，而是你自己。如果此时此刻魏女士还是听从妈妈的意见，那才是真的没脑子。因为这个叶先生最初的目的就是跟朋友打赌，就是为了追到你，把你当做他成功的战利品，而这个战利品只可以放在家里，来捍卫叶先生所谓的虚荣心，以此来向朋友证明他是强者，而转过身就让你帮他还信用卡。这就是他人前风光人后要压榨一个女人才能换来的一丝丝回报。真正相爱的两个人跟对方在一起会很舒服的。接着给女孩提出了建议，所以姑娘用点脑子好不好？好，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感觉不对劲儿就是不对劲儿，没有那么多去找原因的，改不了就是改不了。你才31岁，出去有手有脚的站柜姐都可以啊。
31岁的女人有手有脚，手受伤了可以卖化妆品做销售呀，做站台柜姐，只要你想改变，现在都不晚。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赌在一个满嘴谎言的人身上。同样，叶先生首先要先正视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好，对自己负责，才能对他人负责。还有一点，必须把魏女士帮你还的信用卡的钱还给人家。老师都劝魏女士分手才是最好的选择。最后的结局也算是大快人心，魏女士没有再走出舞台，而叶先生却还在后台看着魏女士没有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出来丢脸。这段感情面对这样的混蛋男人，真的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屏幕前的你身边有这样的男人吗？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争吵不断，在一起水火不容。您二位结婚2年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这婚姻还怎么继续下去呢？如果在婚姻生活当中不懂得相互包容、相互迁就，并且一定要争个对错是非的话，那这婚姻真没必要继续了。